大家好，我是邱平。最近有一部游戏非常火爆，叫做《黑神话：悟空》。大家听名字应该就知道了，这个是跟《西游记》有关的。它里面的很多画面是非常真实，主要是彩绘了山西、陕西一些寺庙里面存在的场景。你比方说，像山西的悬空寺、陕西蓝田的水陆庵，画面确实是非常精美呀。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讲述《西游记》以及孙悟空的故事。这个地方是叫做水帘村，并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花果山石窟。传说呢，这里呢是孙悟空的老家，他以前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西游记》是一部神话故事，不过呢，里面的人物是有原型的，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了。你像唐僧，大家比较熟悉，是唐朝初年的玄奘法师。而孙悟空的原型呢是有多个的，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他其中一个原型的老家。在远处那个山上可以看到很多洞窟，这就是花果山石窟啊，看起来是有好几层，我数一下，1、2、3、4，大概是4层。为什么叫水帘村呢？本身它这个地方就一直是叫做水帘村，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西游记》它才叫水帘村，而是它这个村落呢是传承了很久。这个就跟我们经常说的，很多时候《西游记》的内容啊是在《西游记》之前就已经有了。你像在山西有个寺庙里面就有《西游记》师徒唐僧、孙悟空、白龙马出行的那个石刻。而据考证出来，它那个雕刻时间呢是比《西游记》还早几百年。所以说，《西游记》它的内容啊是根据全国各个地方组合而成的。那这个水帘村也是如此。这边的门票是10块钱，不算太贵。按照资料记载，这个花果山石窟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山上就已经开凿了洞穴，到现在差不多有1500年的历史。在当时开凿这个洞穴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躲避土匪、防范土匪，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战乱是比较多的，这样就导致土匪比较多。当时为了安全，就在崖壁上开凿了洞穴，这个跟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山寨是类似的。后面到了唐朝时期，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这些石窟呢作用呢就有所改变，变成了寺庙那一些。在李世民时期，这个上面呢经常会点一些灯，主要是祈福。最多的时候，这个崖壁上面石灯差不多有数百盏。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大殿，这里是叫做大圣殿，里面供奉的是孙悟空。这个塑像挺逼真的，大家看一看这个孙悟空的像和你印象中的孙悟空有没有区别，或者说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完全算是一个标准的猴子样貌。看过《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孙悟空是非常聪明的一只猴，一生充满了传奇呀。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孙悟空像旁边的石头。一开始我没注意，后面工作人员跟我说，叫我仔细看一看，这个天然的石头仿佛就是一只猴子的头，确实看起来非常像啊。左边那个空出来的就是他的眼睛，下面还有鼻孔以及尖尖的下巴，确实是非常像啊。可能看视频这样没感觉，实际在现场看的话是非常像的。孙悟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基本上每年暑假《西游记》这个电视剧啊都被播放一下，还有呢其他的讲述孙悟空的影视剧也有。那么他本身是一个神话人物，那么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刚刚也说了，它是有原型的，它并不是像唐僧一样一个原型。孙悟空呢，按照现在大家研究发现，它有3个原型。第一个原型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一块的一个人物，他是叫做车凤巢，是唐朝中期的一个和尚，非常著名啊。他早期呢并不是和尚，这个人从小呢非常聪明，早年为军，后面为小吏，相当于有一身的功夫。后面呢是做了相当于一个军职。在公元751年，唐玄宗呢派出一个使团，就是前往西域。车凤巢呢是作为陪同人员，可能是属于武将或者是侍卫这一类的。在西域待了几年之后，到了公元757年，车凤巢呢因患重病，
不能如期随使团返回长安，返回中原，便留在西域养病。当时应该算是已经病危了，很危险了。他就发愿发誓，如果我的病痊愈了，我愿落发为僧。结果没多久啊，他的病真的好了。于是啊，他就相当于还愿一样，做了和尚。整个当时西域来讲的话，佛教是比较盛行的。之后呢，车凤朝他就在西域学习佛法，后面呢又前往了天竺，就我们说的西天取经，等于他跟唐僧是有一段类似的经历的，都是在西域，在天竺待了很多年。到了公元790年，他返回长安。他回到长安之后，皇帝呢就给他一个法号，叫做悟空禅师，同时呢又开始翻译经书。到公元812年圆寂，葬在陕西泾阳县的嵯峨山，现在那里呢还有他的墓葬。所以他就变成孙悟空的第一个原型。因为孙悟空本身能力很强嘛，我们说的武艺高强。那么第一点，车凤朝是一个武官，也有武艺，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第一个原型。第二个原型呢，是山西的，也是一个武官。当时呢，他去科举考试啊，后面由于朝廷的腐败，他就回老家了。他是属于唐朝末年的，就在老家训练猴子，训练猴兵。后面呢，由于战乱就被朝廷招安，这个就跟《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变成了弼马温，对应上了。还有一个呢是叫做石盘陀，他是属于西域的一个胡人商人。唐僧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他去西天取经并不是朝廷派去的，而是偷渡。当时他到了那个瓜州锁阳城的那里，那边已经差不多算是边境了，玉门关的边境了，他出不去，在那里等待时机。他就在一个寺庙里面修行、传经说法。那么碰到一个西域的商人，叫做石盘陀，他被唐僧的魅力所折服，他就说：“我可以带你出玉门关，出大唐境内，然后你能够继续西离，条件就是你要收我为徒弟。”那唐僧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呢就同意他作为徒弟，这个是唐僧的大徒弟。然后两个人呢就偷渡玉门关，结果呢在没多久啊，石盘陀就反悔，他觉得怕抓到了他就会被杀头，于是呢当时他想把唐僧杀掉，这个事情就没人知道了。那结果唐僧也发现了这个动机，他就跟石盘陀这个大徒弟说：“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出卖的，你如果要回去，你就现在回去吧。”于是呢，这个石盘陀就走了，唐僧呢就一个人去取经，他们师徒关系就在这里结束了。后面吴承恩写《西游记》，可能就把多个人物组合而成，变成了孙悟空。花果山石窟这里还有一些碑，主要是修缮的一些祭祀碑。现在上去看一看，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阶梯上去，听旁边的村民讲，以前呢就是靠那种木梯子上去的。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得到。那这一块呢，现在是有大圣殿，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还有呢，观音殿，因为这里也算是一个寺庙嘛。观音殿我们就不进去看了，我们主要是找一找当时那个孙悟空生活的地方是在哪里。大家看到这个木梯子没有？这就是以前上这个石窟走的通道啊。那边还有一个封起来的，都是这样爬上去的，比较危险的。这里发现一个石窟，你像这些石窟跟我们之前看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石窟啊，一般都是在山上开凿的，而且那种山呢，普遍并不是我们看到那种非常坚硬的石头，一般是这种有点像石灰岩一样的，因为这样开凿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如果是像太行山那种坚硬的石头，那开凿起来就很困难了，越来越高了。这个都是后期开凿了一下通道，以前可能是更小一点点。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窟还挺大的，整个这个花果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那种山寨是一样，也是经过几个变迁的。一开始是用来居住，用来躲避土匪的，后面慢慢发展变成了那个寺庙，然后有些人在这里修行。
后面这个寺庙没有了，又有人在这里生活，反正是反复的变迁。这一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梯子啊，以前就是从这里上来的，在下面还能看到这个孔，然后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一条在山里面开凿的通道。这里起码有70-80度，这个完全是人工开凿的，非常惊险的。有人要下来，我们先等到下吧。这边呢，实际直接在崖壁上开凿的，而上面呢是那个梯子，你看都是手脚并用。你单单靠脚的话比较危险，两边还有铁链。这种内部通道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使得好几层的石窟里面可以通行，就不用在外面攀爬，因为外面毕竟危险一点嘛。而这里呢，相对来说就安全一点，全部是有铁链的。这个地方感觉跟我之前走的马蹄寺有点类似啊。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上面应该就是当时孙悟空的卧室，生活就在这里。哎呀，真的不好走。从下往上好一点，等一下从上往下就不好走了。这边走走，这已经是最后一层了，第4层。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有很多黑色的，这就是点灯啊。现在每年好像还会点灯，点了1000多年了，从李世民时期到现在1300多年，就基本上每年都会点灯。像这个钟应该也是老物件了，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字啊，还真刻了，但是看不出来是什么年代的，历史也是比较久远了。在这个洞窟下面就是水帘村。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那个卖票的大爷说，整个这个村大部分人都是姓孙，并且水帘村这个村民是他们建村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名字，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石窟下面有个介绍，说在唐朝初年，唐僧去取经，他就路过这个地方。这里两边都是山，中间刚好呢就是道路，有点跟河西走廊非常相似。在这里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你看上面下面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只是截取一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堆积起来的，那实际的话天然形成这个样子的。以前可能这里是大海，后面经过地壳运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里一摸可能都还会有小石头掉落下来。那这一块应该就是最上面一层的洞窟了。孙悟空的卧室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又看到这样一层一层不一样的，所以说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呀。哎，真的，这里应该就是孙悟空当时居住的地方，因为这里也有孙悟空的那个塑像。那么在整个这一块就是生活区域了。看一看这个孙悟空，他觉得像谁？在一个地方能够看到这么多孙悟空的像还是比较少的，只有专门是这种供奉孙悟空的地方庙宇才有。反正我看到这里是最多。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洞窟里面的情况。往前走啊，还有好多小的洞窟，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那整个最高这一层应该就是生活的地方。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围起来的，我感觉啊，这就是以前存东西的地方。但是现在太黑了，看不清楚。很多石窟里面都会有这种那个储存东西的。然后在这一块呢，应该就是有人居住生活的，因为单独开凿出来的。估计当时是一家人或者好几家人住在这里。我们继续往前看一看其他的。在这里还有一个灶，那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期的，起码就可以证明以前是有人在这里生活的，因为有灶。而且你看上面这么多黑色的，起码的话这里这个灶存在的时间是很长的，因为如果是几天的话不会这么黑，可能是几十年吧。可以看到这一块有洞窟，这边也有。那么大家觉得孙悟空当时是住在哪里呢？反正我感觉如果他是真的生活在这里的话，可能某一个洞窟就居住过，甚至他小时候是经常在这里游玩，上下跑来跑去的。
因为在唐朝时期这个地方已经是比较热闹嘛。那么可能的话，他就是平时生活就在下面的村子里面居住，如果是躲避土匪，就来到这个上面洞窟里面。那以及呢，平时他们游玩没什么事，也会跑到洞窟里面，像捉迷藏啊、躲猫猫啊等等。因为小孩子小时候肯定是比较调皮嘛，你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会去捉鱼，会去钓鱼啊。那在这个地方也有河流，他们可能会捉鱼，然后有空闲呢就会来洞窟里面玩一玩，甚至有时候会在这里面睡觉。这个洞窟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顶部啊，大家看看，跟我们平时看到洞窟的顶部不一样吧？它这里有鹅卵石，有大石头、小石头，还像沙子一样，全部组合而成。所以说，这个顶部是这样的，真的是第一次见，很神奇呀！这真的有时候想着很容易掉下来，可能确实是如此啊。你看，在下面都有一些小石头，还好呢，这些可能不是太大，要不然掉一个下来真的是也不好了。讲了一下孙悟空的故事，以及看了一下这边他生活的区域。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西游记》的故事，带大家了解一下不一样的《西游记》。在这个地方又看到跟《西游记》有关的唐僧师徒四人的一些塑像在这里。《西游记》其实大概可以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孙悟空的来历渊源以及他的学艺，最后是大闹天宫失败之后被如来佛压到五指山下面，相当于是囚禁了500年。第二部分呢就开始写了唐僧的来历，唐僧和李世民结为兄弟，李世民派他去西天取经，那观音菩萨呢就和唐僧交代了一些事情，交代取经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呢，唐僧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最后呢是收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徒弟，组成了4人1马的取经团队，历经了981难，斩妖除魔，最后呢到达灵山，见如来，取得真经，并且呢把经书带回东土大唐。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算是修成正果，功德圆满。这就是正常的《西游记》，大家看这个神话故事也很过瘾，因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都成功了。那其实《西游记》啊，在近些年呢，出现了不一样的，就是大家说你可以把《西游记》倒过来读，又变成另外一个故事，并且呢，这个故事更贴合实际。倒过来就是说，如来佛祖为了传教，派唐僧师徒4人和白龙马携带大量的经书，从西天前往东土大唐传教。因为大唐当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前往的途中磕磕绊绊，他们遇到了很多事情，遇到了很多困难，降妖除魔。在途中呢，他们遇到的妖怪呢有好几部分，有一些妖怪是有后台的，这些妖怪啊，无论怎么作恶都不会受到惩罚。我们看《西游记》也知道，有一些妖怪是天上神仙的坐骑，或者是他们的下人，他私自下凡来对他们师徒4人进行破坏。结果孙悟空刚好要动手打击他们的时候，天上的神仙就来了，悟空住手，这是我的那个坐骑，他犯了错误，我现在带他回去，我会处罚他的。那真的有没有处罚他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而那些没有后台的妖怪，他们就可以随便处理，没有人管。那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他们师徒4人呢，慢慢就觉得不对劲，他们也在争吵。其中呢，沙和尚就觉得这样太黑暗了，无法和唐僧几个人走完剩下的路。正好他们到了流沙河，于是呢，沙和尚就进入流沙河，不跟他们一起走了。猪八戒同样是如此，他也不干了，就回了高老张当他的上门女婿去了。那这个队伍呢，只剩下孙悟空还有白龙马继续陪着唐僧去东土大唐传教。在这个时候啊，孙悟空继续秉承他那个真心，不管是有后台的还是没有后台的，他都是坚决打压。那这个时候他就得罪了天上的神仙，天庭呢
不满意，于是呢，他就跟那个西天就如来那边合计，他说我可以让唐僧安然的去东土大唐传教，但是呢，必须把孙悟空处理掉。于是呢，小白龙就受重伤不能前行，又把孙悟空压在五指山下面。在这个时候，五指山根本就关不住孙悟空，必须贴上封条才行。那唐僧呢，就毛遂自荐贴了封条，相当于把孙悟空卖掉了，这让孙悟空就彻底心寒了。在之后呢，唐僧就顺利的孤身一人去到大唐，得到了李世民的嘉奖，名利双收，功德圆满，寿终正寝。而过了500年之后，孙悟空呢就从花果山逃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小白，也有一点智慧，有一点谋略了。他知道自己呢是被天庭的那些神仙算计的，于是呢他就大闹天宫。那这个时候天庭的很多人都打不过孙悟空，他们连忙呢就给猪八戒升官，把他弄成了天蓬元帅，沙和尚呢成为将军，就是希望他们2个能够打败孙悟空。这个时候他们3兄弟相当于就是闹翻了，心灰意冷的孙悟空和曾经的兄弟呢就一刀两断，接着去找了菩提老师，最后呢把一身本领还给了菩提祖师，把金箍棒扔进了海里，成了定海神针。孙悟空呢自己也回到了花果山，带着自己的猴子猴孙生活，最后呢在花果山化为一颗石头，守护着花果山。这就是倒过来的西游记。大家发现没有？你看西游记正着读的是理想，反着读的就是现实。所以说近几十年很多人都在说西游记其实里面包含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也有很多人说西游记倒过来看的话，确实是会有点让人不寒而栗，胆战心惊的。正常正着读的话，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他其实也是有很多无奈的，就刚刚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妖怪有背景和没有背景的区别就很大。一开始的话，孙悟空呢是非常单纯，就像很多人刚出社会工作一样，后面受到了欺骗，慢慢的成长，但是有时候他确实也是无可奈何。整体来讲，《西游记》到现在其实不简简单单是一部神话剧，它更像是一杯酒，一本书。随着时间的长河，你越品越香，这个书你越看越有感受。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西游记》的故事以及孙悟空的故事。大家也可以仔细再去看一看《西游记》，特别是倒过来读。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